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有一天，我送客户去宾馆的时候，看见我的妻子挽着别人的手进了宾馆。等他下来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丝袜没了。我回到家后，像往常一样，我的妻子对我还是很冷淡。不过，我最近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了嫌弃。第二天，我找上了我一位做手机软件的客户，我让他帮我做一个手机定位软件。他二话没说就把软件发给我了，并告诉我了软件的基本用法。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偷偷拿走了妻子的手机，走到了卫生间，把软件装上。设置好了之后，我把软件隐藏在后台，这样我的手机就可以实时收到这部手机的位置了。然后我又偷偷把手机塞了回去。1个层期左右，我看着手机里面他去宾馆的次数，我的心都在滴血。不过我一想到我有2个女儿，我忽然想到了什么，我急忙赶回了家，从2个女儿头上拔了2根头发，走到了医院。我找到了我的朋友，我让他做了2份亲子鉴定。他看着2根头发，有些同情地说：“明天早上过来拿吧，我今天晚上加急给你做。”第二天一大早上，我急匆匆来到了医院。我看着2份报告，犹如晴天霹雳。我给2个孩子倾注了我大部分的爱和金钱，结果却是为他人养孩子。我受不了，我下定决心要报复他。我找了个私家侦探，我让他去找到关于我妻子的一切。我从网上买了微型监控，由于我经常送客户过来，所以我和前台很熟，很顺利的就要到了我妻子经常订的房间。我向前台订了那房间，我拿到钥匙就走了上去。我打开房门，来到了床头柜面前，把上面的饰品拆了，把监控装了上去，然后把饰品放回原位。我打开手机连接了一下蓝牙，看了一下监控位置，移动了一下监控，我就直接走了下去退房。到了下午，我看着手机里我妻子的运动轨迹，我来到前台订了一个隔壁的房间。我拿电脑连接了隔壁的监控蓝牙，我看着监控里出现的胖子，这不是妻子的主管吗？我记得妻子以前一直说挺讨厌他的。我看着监控里胖子压在妻子的身上，妻子对他的迎合。看到这里，对于他，此时我彻底死心了。我打开了电话，我找到了我朋友，问他要了主管的电话，告诉了主管老婆地址，让他过来抓奸。我则是戴着口罩和鸭舌帽在门口等着。过了一会，我听见隔壁门被踹开了，然后隔壁闹起来了。我拿着手机就出去录像了。只见3、5个大汉围着那胖子打，一个中年女性抓着我老婆的头发在那死命的打，那胖子在那求饶。我妻子脸面朝地上，为着片缕无声的哭泣。妇女对着胖子放出狠话：如果再出去鬼混，就把你阉了。我看着结束了，回到房间，把录好的视频和监控上传云端保护起来。这以后可都是我翻盘的机会，我要他在所有人面前社死，一无所有。我像筑巢一样回到家，我看着妻子肿起来的脸庞，虚情假意地上前关心道：“淑倩怎么了？谁打的？我去找他。”妻子看着有些感动，但又怕我真去闹起来，有些心虚地说：“没什么，就是一个老太太胡搅蛮缠打了我一下，我已经原谅她了。”我看着面前的妻子，双手搭在她的肩上，语气有些暧昧地说道：“那么今天晚上我来安抚你一下，正好我们好久没那个了。”淑倩经历了今天的事，也不想老公看出什么，只好应下了。晚上我看着床上奋力的妻子，心里有些变态，真不知道她知道今天这一切都是我做的后，
会不会崩溃？隔天，我带着礼品走到了岳父岳母家，刚到就碰见小舅子要出门。我打了个招呼：“舒杰，出去玩吗？”舒杰听到声音，有点惊慌失措，看到是我，松了一大口气：“姐夫，我出去玩了，你就当没看见我，回见了。”说完，不等我回话，就跑了出去。年轻人，我看着他笑了笑，我提着礼品直接就进屋了。岳父岳母一看见我来，急忙过来帮我提走了礼品，放到边，对着我埋怨说道：“来就来了，还买这么多东西干嘛？家里面什么都不缺的。”我听着心里一阵温暖，不过一想到那亲子鉴定结果，我的心就是一阵绞痛。岳父看着我的表情不对，知道可能是闹矛盾了，就苦口婆心对我劝解道：“夫妻之间吵架很正常，床头打架床尾和，都6年了，没什么坎是过不去的。”说完就拍了拍我肩膀：“爸，我没事，只是最近工作上的事情有点不顺心。”最终我没把事情说给他们听，我看着他们有些于心不忍，毕竟是看着我长大的。我打算把书倩让她身败名裂后就放过她了。至于岳父岳母，我会为他们养老。我看着空旷的房间，开口道：“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按摩椅和一个除湿器，还不错，我已经下订单了。你们老年人了，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，我们赚钱就是给你们花尽孝心的。”岳父岳母听了也不好说什么，只能说如果书倩两兄妹能像你这么有孝心就好了。我听到这就知道，如果我一旦离婚，他们俩应该会站在我这边。我打电话给了一个卖按摩椅和除湿器的客户，跟他说了位置，很快东西都安装完毕了。岳母看着一切，笑吟吟地说道：“还是我家高明有孝心。”那2个白眼狼一点都不知道尽孝。我听着心里毫无波动，脸上笑嘻嘻地回应道：“这不是书倩工作忙吗？小杰还在读书，好日子还在后面呢。对了妈，你这搞完了，我就先走了，家里面还等着我做饭呢。”说完我就走了。岳父岳母本来还想挽留，见我执意要走，只能说慢点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我走到外面，看见舒杰，舒杰看着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姐夫能借我点钱吗？”我打开钱包，看着他说道：“你要多少？2万。你要来干什么？你能不告诉爸妈吗？我保证，我赌了，输了2万多。”我听着脸上有些愤怒，但心里乐开了花，真是天赐良机呀！谁叫你赌的？我只帮你一回，这可是我的私房钱。舒杰听到连忙发誓：“姐夫，就这一回。”我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心里却嗤之以鼻。这世界上哪有赌徒回头的？希望他能成为我后面最关键的棋子。我走到银行，从里面拿出了2万出来，郑重地拿到了舒杰手上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省着点花。”舒杰急忙点头，拿钱就走了。我看着他的眼神中带着急迫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他上瘾了，改不了了。我回到家中，和往常一样，不过不同的是，我对2个孩子更加溺爱了。我向的主张是教孩子有教养，不过度溺爱孩子。不过既然他们都不是我的孩子，我还那么费心干嘛？他们闯祸的时候，我鼓励他们，他们想要什么我都买给他们，想玩什么我都带着他们玩。妻子回到了家，对着我就是劈头一顿臭骂：“谁叫你移动那笔资金的？愤！不知道我攒那点钱花了多长时间吗？你不问问我就拿去用了，你还当我是你的妻子吗？”我看着他，眼神冰冷，语气却柔和地说道：“这不是看爸妈年纪大了，买了一个按摩椅和除湿器，想着你也不经常回去看看，就想着替你尽尽孝心。”舒倩被这句话噎住了，语气有点心虚地说道：“
你怎么不早点说？我这不是怕你乱花钱吗？我抱着他，心里有些恶心，语气温柔地说道：“宝贝，这不是看你经常加班吗？想着让你少操点心，下次一定先跟你说，再做决定。”他放松下来，语气有些平淡地说道：“没有下次了。”我连忙答应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我找的私家侦探发来了我要的资料。我看着上面的消息，我感觉气得我脑溢血都要犯了。原来早在上大学的时候，她就已经和别人好上了，在她的闺蜜面前称我为喜欢她的舔狗。而且她当初结婚前一天还和她男友缠绵一夜。她当初结婚之所以答应得这么痛快，主要是她怀孕了，她男友不想娶。我坐在床上，冷静地思考着后面的计划。我一定要她万劫不复。我把所有侦探给我的消息都收集起来。我知道这些玩意不可能作为证据呈交上去。这些时间，我的女儿被我调教的可以说是特别爱作妖。我的岳父岳母对我也特别满意，而我的小舅子也因为赌欠了一大笔钱，可能随时都要爆出来。我看着手机我妻子的位置，发现她又去了那家宾馆。我脑子疯狂地走去了那家宾馆，在她隔壁的房间。我看着监控里的两人，我对比照片发现是她大学的男友。正当我冷静不了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。我看着上面的提示是父亲，我的脑子瞬间冷了下来。我还不能进去，我还有父母需要赡养。我接通了手机，爸，对面听到了我的声音，有点哽咽。儿子，有啥子难事给爸说，爸给你摆平。我的家昨天拆迁了，我们两口子分了400万和2套房子。要不是你当初为了孩子读书把户口迁到了城里，你也能分到。我听到了，有些高兴。好的，爸。说完，我把电话挂了。我又打给了我的妻子。我的妻子看到我的电话，有些慌张，连忙停了动作，接上了电话。喂，怎么了，老公？没什么，我老家要搬家了，和你说一声。你怎么气喘吁吁的？没什么，我刚刚在跑步。没事，你挂了吧。我看着屏幕里妻子的谎言，决定一定要让她付出惨痛的代价。他们结束后，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出门。我保存了视频，希望以后这些能让他在他所有熟知的人面前社死。我找到了上回的私家侦探，我让他去调查了所有和我妻子有染的男性。我要求他最好有他们暧昧的视频。我回到家，我的2个女儿跑着向我扑来，我溺爱地看着他们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出去玩呢？宝贝，听话，等下回爸爸休息的时候，我就带你们出去玩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说完，我放下他们。这时门铃响了，我打开门一看，原来是舒洁。我让他进来随便坐。姐夫，能再借点钱吗？你这回欠了多少？20万。什么？我听着这震惊的消息，我以为他会欠很多，没想到会欠这么多。对了，姐夫，其实我还想借20万。我在外面玩的时候，不小心把别人的肚子搞大了，别人要我娶她。我看着他有点无语。你先回去，关于你赌的事情别说出去，就说你结婚的事。钱的话，我和你姐想办法。他听到后喜出望外，连忙道谢。我看着他的样子，冷笑道：傻小子，我要感谢你啊，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。妻子回来后，我把他的事情和他说了一遍，谁知道他听后大发雷霆。高明，他是你弟还是我弟啊？你怎么比他还要上心？我急忙解释道：这不是他要结婚吗？你是他姐，你不关心谁关心？要不然我们把房产抵押了，先把钱搞出来，等小杰结婚后，我们俩慢慢把账还了。他气愤地把手机摔了过来，想都别想。我看着他这个样子，就知道他应该差不多了。
隔天，我带着礼品来到了岳父岳母家。岳父岳母还和以前一样，对我很热情。我向他们说明了这件事，希望他们能说通书倩。岳母看着我这么积极，有些感动地说道：“当初啊，书倩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嫁给你了。你对我们可是比你爸妈还亲啊。”然后他们就打电话给书倩，喊她回来吃饭。晚上，我看着面色有些阴沉的妻子，舒杰在饭桌上激动地给我敬酒：“哥，你是我亲哥，感谢你为我付出这么多。”我连连摆手：“哪里哪里，你还要感谢你姐，这事你姐也同意了。”他连忙摇了摇手：“我姐的性格我清楚，这份情我记住了。”就这样，我帮他贷款买了房子，结了婚，他也对我感恩戴德。过了几天，我收到了私家侦探给我的文件。我看着文件里的信息，有些好笑。原来那男的毕业后，因为好高骛远，毕业后没找到工作，后来发现长得不错，被人带入行做了鸭子。我把余款打了过去，想好了计划。我先找人用街上的三和大神的身份证办了张电话卡，然后加进了他们亲戚的家族群和书倩的工作群。我看着妻子的位置，又去宾馆了。我来到往常隔壁的房间，我直接用那新办的微信号往那2个群里发了我收集到的所有关于我妻子的视频。我给我小舅子发了位置，并告诉他你姐现在在这个位置，告诉了他房间号。果然不出意外，我看到微信群里直接炸了。我看着窗外，我小舅子开着摩托车直接就停在了宾馆门口。他拿布包着刀来到那个房间门口，直接就是一脚。他看到里面的人，本来他是不相信的，不过看到床上的人是他姐时，他对着他姐就是一巴掌骂他：“你这个荡妇，不守妇道！我哥多好的人啊，你居然出来鬼混，还和那么多人！”他看着那男的想跑，直接就是一刀砍腿上。霎时间，那男的大腿鲜血直流。我看着这一切，心里充满了报复的快感。我知道这时候我需要消失一段时间了。我收拾了东西，直接回了老家，关闭了手机。过了几天后，我打开了电话，只见上面有我妻子几十个未接电话，还有我小舅子和岳母的。我打通了我妻子的电话，我还没说什么，就听见对面劈头盖脸的怒骂，夹杂着孩子要爸爸的声音：“高明，你这几天去哪里了？我爸住院了，你知道吗？小杰砍伤人拘留了。”我听着面无表情，不过听说岳父住院了，我急忙赶了过去。我爸听说，决定和我一起过去，至少他们年轻时还是很要好的朋友。我和我爸赶到医院，我看着病床上插着输液管的岳父，病床上头发变得花白的岳母，心里百感交集。我知道可能会对他们造成巨大的打击，可没想到会这么大。岳父看到我们来了，急忙起身。我看到急忙过去扶着他爸：“您还是休息吧，不用起来。”岳父听着我这么说，脸色惭愧，眼泪流了下来，对着我爸说道：“高哥，我没有脸啊，养了这么一个败坏门风的女儿。高明，如果你想离婚，不用管我们，直接离。希望以后能带着2外孙女回来看我们就好了。”我看着他把2份报告递了上去，同时我还叫了医生过来，以防万一。我不知道这2份报告会不会刺激到他，但我觉得我不想要2个不是我血缘的孩子。岳父看着报告，手有些颤抖，看着我父亲说道：“家门不幸啊，没想到会造成这个样子。高明，对不起，我替书倩向你道款。我不求你原谅他，我只恳求你发发慈悲。他现在工作没了，他已经受到了他该受到的惩罚，放过他吧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我放过他了。岳父看到后点了点头，躺了下去。我和我爸看到这，
知道再待下去也没什么用，就离开了。下午，我找了律师，给舒倩发了离婚协议书，然后打了个车到了拘留所。我看到了舒洁，舒洁一看到我就直接跪了下来：“哥，我姐对不起你，请你原谅。”我看着她，内心挣扎了起来。或许当初就不该让她当棋子，你不怪我吗？舒洁认真地说：“不怪，哥，是你在我落魄的时候帮了我一把。而且这件事是我姐做错了。”我看着他，心里有些放松。你呢，在里面好好改造。岳父岳母你的家人，我会帮你养着。对面到时我也会帮你花点钱摆平。说到这，舒洁泪流满面。哥，我听你的，等出去我还认你当哥。后来我的离婚官司很顺利，孩子给了对方，债务一人一半。我因为父母家里拆迁，直接还完。他因为工作群里发了视频，银行直接辞退了他。和他有关系的男士也因为这视频被降级或辞职。同时，他因为辞职还不起那贷款，房子被收了回去。由于那视频所有亲戚都看过了，他直接把孩子丢给了岳母，自己去了外地。没人知道他最后的消息。我自己拿着我父母的拆迁款，开了家养鸡场，每个月按照承诺给岳母家打1万过去。1年后，舒洁出狱了，她戒掉了赌在我手下干活，我自己释然了，娶了个相亲女。过了1年后生了孩子，我在孩子一出生就验 DNA。等到看到上面生物学为父子的概率为98%，我才放心下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